最近呢，受到关税影响，美股指数已经从高位下跌超过10%了。虽然现在看上去下跌的幅度好像放缓了，似乎还有一些小反弹，但是呢，坏消息还是一个接着一个。比如特朗普不仅要维持现在的针对加拿大跟墨西哥25%的关税，还扬言要进一步的加码。中国这边呢，直接回复说我们要征收15%的关税进行报复。加拿大也要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25%的关税。墨西哥说我也要进行报复性的征税。现在市场呢是越来越混乱了，很多人在担心这次会不会像2018年一样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小熊市，甚至于会不会经济进一步的恶化，引发像08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。那目前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是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样走向，目前市场这波下跌呢是短期的恐慌引起的，还是经济之后真的要出问题了，会不会直接进入熊市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目前这个市场环境，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？是趁着反弹跑路呢，还是逢低逐步买入？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既不要错过机会，又不会冒太大的风险？这个是有的啊，我待会儿跟大家慢慢讲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放个免责声明，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独立的判断。你说这特朗普吧，他怎么每次当总统都要在关税上斗争一下？2018年他的关税政策就已经让市场跌了一轮了，那个时候标普500跌了20%，市场的恐慌情绪指数一度到达50%，纳斯达克和科技股的指数呢，跌幅已经接近25%了。之后呢，还是美联储出手了，原来是加息的，市场跌得太厉害了，那美联储说那我们暂缓加息，甚至于说要降息。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了之后呢，马上迎来了反转，甚至于还往上涨了一段，直到遇到了疫情。现在的情况呢和18年呢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说同样的总统，同样的加关税同样的市场开始恐慌了，然后股市开始下跌。不同的点在于呢，目前的利率水平，当时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加息，但是它的利率的最高峰值也不过就是 2.4。那你看目前虽然说经过了1年的降息吧，但目前利率也有 4.3 了。那这次美联储会不会来救市呢？其实还要看进一步的经济数据。当时的话，美联储能够说我不加息了，反而是开始降息呢。你可以看到当时的inflation， 也就是通胀的话，它的是慢慢在降低的。18年11月份的时候 2.2， 然后之后慢慢的 1.9、1.6、1.5是不断的降低的。但目前的通胀的话，其实是在逐步上升的。我们看近1年的可以比较清楚一点，从9月份的 2.4， 然后目前的话是逐步，现在已经到3%了。那随着关税的落实了之后呢，这个可能通胀数据要进一步上涨。还有一个我们能够观察的就是美国的这边的 GDP 了。那其实可以看到18年的时候，从第3季度的 GDP 增长速度 2.5 直接被这个关税干到了 0.6%， 这个对市场是非常伤的。但是之后呢，它又回上去了，又变成 2.5， 然后 3.4， 慢慢好转了。在经济数据上升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是慢慢的恢复了。那目前的话呢，2024年第4季度的 GDP 呢增速是 2.3。 那之后下一个其实蛮关键的，就是我们要看下一个季度的 GDP。 如果说这个下一个季度，也就是2025年第1季度的 GDP， 然后出现了一个这种大幅的下降的话，那基本上大家就可想而知，这个市场就不会太好了。反之呢，如果说之后的经济数据它还是比较平稳的话呢，那可能这次只是个短期的波动。所以呢，看这个市场到底是短期的波动，还是真的经济出问题了，到底是应该跑呢，还是逢低买入，那我们看下面几个指标就可以了。一个呢就是恐慌指数 VIX， 它现在的话是在25左右的。如果说这个数字没有继续上升，反而是慢慢回落了，那说明是由事件引起的市场性的恐慌呢是得到控制了。那这一波呢就差不多就是短暂的情绪引起的市场的下跌。然后呢，可以看一下下跌的板块。如果说只是集中在受关税影响的那几个行业，比如说制造业出口等等的话，那说明整体经济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是部分行业受到了影响。之后呢，就是看鲍威尔了。那如果说他之后的讲话出来暗示说，可能会降息或怎么样的话，那市场可能会更有信心一点。但是如果说下面3个数据出现问题的话呢，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。第一个呢就是通胀数据，如果说现在这个通胀数据急速的上升直接翻到4、翻到5这样子，那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经济肯定会变差。
还有一个就是 GDP 的增长率，那如果说之后的 GDP 数据增长急剧下降，甚至于下降到1%以下的话呢，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之前只要是负的增长，或者说是急速的下降，比如说是0.6%，或者说是15年的时候0.7%，这个时候呢，那市场全部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之后呢，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企业的一些财报数据。如果说下一个季度的企业财报说是企业盈利下滑、营收下降，甚至于开始裁员等等的话呢，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小心的，说明经济开始走弱了。那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时候多动不一定是好事，有的时候操作越频繁吧，越可能亏钱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用个简单点的策略，就是 DAC Dollar Cost Average，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定投策略，来帮自己稳住，不要被市场左右我们的情绪。定投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定期定额的买入大盘指数，比如说你每周或者每个月固定买入一定数量的标普500的 ETF。SPY 也可以 ，VOO 也可以，或者说是全市场的指数 VTI， 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，都不怎么需要动脑子。但是其实这种定投策略对于波动的市场，它的效果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它可以避免市场波动对于情绪的影响，然后让大家少犯点错误，尽量不要去赚快钱。如果市场持续震荡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个波段市场当中呢，不断的摊低你的成本，慢慢累积手上的筹码。如果说市场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，经济数据变差了，持续下跌的话，那你的成本也会随着下跌的市场逐步的降低，你的持仓成本就不会太高。等到市场回暖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吃到一波不错的收益了。那如果说市场短期调整之后，经济数据不错，开始上涨了，那你也就不会踏空，因为你在震荡区间的时候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底仓了。那之后呢，就可以随着市场的上涨逐步的加仓，不会眼睁睁看着市场已经起飞了，手上却没有任何筹码。所以简单来说呢，不管市场是涨还是跌，还是持续的震动，那定投都可以让你留在市场里面，不至于因为你短期的情绪化的操作，错过了长期的机会。除了定投呢，在市场比较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仓位，增加一些避险资产的比重。比如说是黄金，因为它的避险属性，所以市场越是混乱的时候呢，它其实表现就越好。那当然了，它经过了2年的涨幅之后呢，其实也快到它的压力位了，也就是3000点。但是呢，因为最近美股市场不怎么样，所以说它经过了短期的调整之后呢，目前又是一个向上的趋势。或者呢是短期美债，它的流动性比较强，收益也比较稳定，目前的话也在4.3%左右。大家留言我看到了，那我短期美债教程呢，现在正在制作中。那除了黄金、债券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之外呢，还有个传统避险资产就是房产了。虽然说目前美国在高利率的环境下面，那个房产的涨幅并不是太多，但是呢，它因为它的租金属性，所以呢，在美国这边呢，如果说有现金流不错的房产呢，也是有抗通胀的作用的。其实市场不稳定呢，也不全然是坏事，因为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看一看你当初配置的资产到底合不合理。那市场如果一路都在涨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不会管自己的风险管理，反正觉得赚钱就行了。但是到了这种震荡的市场呢，反而给大家提了个醒，你可以看看自己的风险把控够不够，资产配置是不是太过于偏向于某一类，比如说你全是股票，或者说整体的资产平衡上有没有问题。那这个时候做出调整呢，就比真的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再去补救，就会损失少很多。最好的投资方式呢，是系统化的长期投资，而不是试图短期的预测市场的走势。那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的话呢，现在的短期波动其实是一个让你逢低布局或者调整仓位的机会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